创新从来不是错，只是市场有时候不会给第二次机会。就在2025年6月30，LG 手机终于真正画下句点，停止旗下手机产品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再也不会有系统更新。虽然说直到几天前才终止所有服务，但早在2021年4月时，他们就已经发出声明退出市场。市面上早就买不到他们所推出的新手机。当然，你手上如果还有 LG 的手机，还是可以继续用，但 LG 相关软体服务就此暂停。好，这次节目其实要带大家回顾一下 LG 手机。为什么要特别回顾？因为在当时，我每一年都非常期待他们的旗舰机又玩出什么新花样，而且连他们最后推出的 LG Win 这只手机依然非常亮眼，算是做出了完美告别作一样。所以这一次就来回顾一下当年 LG 手机到底是多么有创新力。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曾经风靡全球、拥有无数创新设计的 LG 手机，终于正式画下了句点。在2021年4月宣布退出手机市场的那段时间，其实 LG 的手机部门已经连续亏损了5年。这个时间点就是中国智慧型手机品牌崛起的时间。在当时 ，LG 在所有的品牌中销量表现算是中段班，不会到很差哦。但 LG 认为应该要把资源集中在对集团成长更有利的领域。事隔几年后，今天来看哦 ，LG 智慧家电在市场表现真的非常亮眼，而中国智慧型手机在这几年又变得更强大。所以当时 LG 毅然决然停下智慧型手机，我认为以现在回头看应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认真说，这几年退出手机市场的品牌中 ，LG 是我最舍不得的一个品牌。对我而言，它就是手机新样貌的开创者，而且它是从功能手机时代就一直玩创意，连最后一只手机，还有原本要推出的手机都是哦。所以接下来就来回顾一下我印象深刻的那几款手机。第一款要回顾的是2006年推出的功能手机 LG KG800。讲这个型号，大家可能没感觉，但如果讲到它的外号巧克力机，应该就可以勾起大家的回忆了吧？2006年的 LG Chocolate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它有滑盖设计，算是半滑盖啦，搭配可以操作游标的触控板键按键，不但外形跟设计走在时代尖端，还创下全球超过2100万只的销售记录哦。那靠着这款手机，LG 营收激增5成甚至一度跃升为全球第3大品牌的手机哦。那年头谁手上有 Chocolate 简直就是走在潮流的尖端哦。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手中有收藏这款手机？如果有别忘了拿出来回味一下。进入智慧手机时代后 ，LG 推出的 G 系列旗舰绝对是不容忽视。而 LG G2 就是2013年 LG 全新 G 系列的首发机种，可以说是 LG 智慧型手机策略转型的起点。这只手机的设计非常的大胆，全球首创把电源跟音量键移到机背的中央也就是所谓的 Real Key 设计，侧边完全没有按键，是开创手机设计的新篇章。而它的1300万像素相机搭配3级光学防手震，也是一大亮点。更重要的是，它有支援24bit 192K 的 Hi-Fi 的高音质播放，也奠定了要听好音乐就要选 LG 手机的名号哦。那功能部分也做了非常多创新，像是点击荧幕2下，它就可以唤醒的 Knock On 的功能，还有用3根手指头往左或往右滑，就可以开启其他应用程式或是储存画面的 Slide Aside 多功手势功能哦。还有直接把手机拿到耳边就可以自动接听的 Answer Me 智慧接听功能，都是非常经典而且好用的功能。话说现在也有不少手机应该都有双击萤幕唤醒的功能了吧？不过好用的 Real Key 设计，因为镜头模组越来越大，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再被复刻出现了。在 LG G2 发表的同一年，他们还推出了另一款让人惊奇的手机它是 LG G Flix。这款手机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弯的，是弧形的，萤幕以曲率700R 的弧度弯曲。官方说法是讲电话时可以更贴近脸部的曲线我自己有试用过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玩的。但我认为这根本只是想要展示技术力而且更过分的是，手机本身还有弹性，很有韧性，直接把它坐上去把它压平也没有问题
除了弧形机身设计外，它还加入了自我修复背盖。这个当时我有玩过，只要刮痕不要太深，像是指甲这边刮一下哦，过没多久它就会恢复。但如果真的刮得很深的话，那就真的有刮痕了。不过总之，我认为这款手机根本就是在炫耀技术用的。当然，这就是 LG 手机的风格啦。到了2016年 ，LG G5 又端出更疯的点子，也就是模组化手机。它采用的方式是把下巴当成模组的抽换装置，除了可以换电池外，最重要的是推出2大模组。第一个模组是现在还蛮常见的专业相机套装，在2016年LG 就玩过了，它有着内建的实体快门、变焦滚轮，还有额外的电池容量。这个真的非常有趣哦。另外一个模组是跟 B&O 设计的声音模组，这个模组把解码跟扩大晶片放在底座，就好像是耳机的扩大机一样。接上这个底座之后，就可以让智慧型手机直接接上耳机，也有非常棒的音色表现哦。好，那这个手机当时真的卖得非常的不好，所以也不会有后续机种推出，只能说 LG 当时的脚步实在太快，最后只能变成当年天上的一颗烟火。同一年 ，LG 还推出另外一款非常有趣的手机，它叫 V20，在硬体上加强了音讯晶片跟录音功能，直到现在还很多朋友对它的声音表现都是念念不忘。但对我来说它最有趣的是双萤幕设计。它在大家都还保留刘海的年代，加入了2.1寸的第二萤幕，就是在上方刘海的地方哦。不但可以实时显示通知，也加入了快捷操作。认真说，实用性非常的高。但是就在这一年开始 ，LG 手机就陷入了不赚钱的命运。在2020年时，那几年的手机真的非常的无聊，感觉有点陷入设计开发的停滞期。当然，疫情开始蔓延，也造成大家越来越保守。不过 ，LG 还是没有放弃出奇招啊！2020年推出的 LG Win 是直接上演萤幕旋转魔术啊，主萤幕横向一转下方的萤幕就冒出来，可以一边导航一边听音乐，或是一边社群一边通话，开启前所未有的多功体验哦。虽然销量还是不高啦，但这台 Win 几乎就是 LG 手机创意的告别作哦。不止 LG Win， 当年还有一款还没上市就引发超高期待的神秘机种，叫做 LG Rollable。这台采用可卷式萤幕设计可以从标准手机展开成小型平板，画面一拉开就像魔法一样，变成一台平板哦。虽然这台手机只在 CES 2021年短暂亮相，却已经让人看到 LG 在萤幕跟机构上的深厚实力可惜就在同一年LG 宣布退出手机市场，这台原本可能颠覆市场创意之作，也因此胎死腹中哦。其实之前常听设计师说，没有办法顾及市场现实的设计就不是完美的设计。我认为这句话会有一点小问题啦，因为产品即使有好的设计，但是没有被市场理解跟看见也是没有用的。好的行销才能让设计推得更远。所以没有好的行销的话，你设计的再好，好，不过LG 的手机设计真的走得太前面，或许行销也还没想到该怎么把这个有趣的点子推向消费者，让大家买单哦。那创新从来不是错只是市场有时候真的不会给第二次机会。LG 没有留下最多的市占率，但他们留下的是手机行业里最精彩的创意篇章。那以上就是 LG 经典手机的回顾，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